长鼻猴有多奇葩？猴王的配偶竟多达20个，鼻子越大，老婆越多。你绝对想不到。别看长鼻猴的外形和普通猴子没什么区别，但它们的鼻子却比普通猴子要大得多。有趣的是，长鼻猴还会靠鼻子来吸引异性，鼻子越大就证明它们越受欢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长鼻猴还有什么让人匪夷所思的特征呢？要说到最让长鼻猴最骄傲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它们的鼻子了。而且雄性长鼻猴的鼻子还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大，最长竟能达到8厘米，像个大茄子一样挂在脸上，看上去非常诙谐。不过它们的鼻子可不是用来搞笑的，每到发情期，它们的鼻子就派上了大用场。雄性长鼻猴的鼻子越大，就越能发出强烈的哼鸣声，这一声音不仅能给足异性安全感，俘获它们的芳心，而且还能证明雄性长鼻猴的魅力。它们的鼻子越大，也就意味着它们的老婆越多。如果它们的鼻子长得过于秀气，那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这么长的鼻子不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生活吗？其实长鼻猴也觉得它们的鼻子非常碍事，每当吃饭时，它们必须把鼻子甩到一边，才能正常进食。除了这些，长鼻猴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生殖器一直处于勃起状态，尤其是地位显赫的猴王，只有24小时金枪不倒，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一旦疲软，猴王就极有可能跌落神坛不说，而且还会遭受其他雄性的冷嘲热讽。不过长时间保持这一状态也真是为难它们。值得一提的是，长鼻猴还是世界上唯一会反刍的哺乳动物，想必不少动物爱好者都已经对这一现象见怪不怪了。就如我们熟悉的牛就会把胃里没消化完的食物重新翻上来再咀嚼一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刍。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既然长鼻猴有反刍现象，那为何没有把它们归类到反刍动物中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要因为长鼻猴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比其他哺乳动物多出了一个胃，而且这个胃的结构和功能就和它们用来储存未消化食物的瘤胃非常相似。反刍动物之所以会进化出瘤胃，就是因为长期以杂草为食的它们总是受到天敌的威胁。面多这一情况，反刍动物根本不来不及咀嚼，只能囫囵的把食物吞咽到肚子里。为了促进消化，就演变出了瘤胃。因此长鼻猴的消化能力也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而且在食物方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即便是误食了有毒的东西，长鼻猴也丝毫不会害怕，因为这些毒素在进入它们的血液之前就会被微生物分解。因此说长鼻猴是百毒不侵也不为过。那么长鼻猴真的什么都能吃吗？其实不然，长鼻猴最怕的就是甜食，就连普通猴子喜欢的香蕉它们都不敢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长鼻猴吃到糖分较高的食物后，就会迅速发酵，形成胀气，这不仅会让它们在身体上饱受折磨，而且严重时还会丧命。为了保险起见，长鼻猴主要以红森林里的树叶为食，即便是消化不了也不碍事，毕竟它们还可重新咀嚼，从而更好的吸收。除此之外，长鼻猴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只有婆罗洲的红树林才能让它们安心。别看长鼻猴长了2个胃，但它们的食物却非常单一，只喜欢吃红树林的嫩叶和一些无脊椎的动物。如若找不到合适的食物，那长鼻猴就会不远万里的出去觅食。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那为何不把它们送到动物园，找专人来照顾呢？主要还是因为长鼻猴生性倔强，只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它们就会不吃不喝绝食而亡。所以即便是人类看到了长鼻猴身上的经济价值，也不敢带它们离开出生地，不然定会酿成悲剧。但问题来了，没有人类打扰的长鼻猴为何也会濒临灭绝呢？其实这与它们的繁衍难度有着很大关系。它们最大的天敌不是人类，而是它们的自己。因为长鼻猴属于群居动物，一直以鼻子为傲的它们总会针对那些鼻子不够大的同类，把它们赶出自己地盘。如此一来，这些小鼻子的雄性就很难遇到异性，就算遇到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和它们交配。这样一来，恼羞成怒的它们就会跑到别的群体闹事，而且还会残害无辜的幼崽。时间一长，长鼻猴也成了濒危动物。你们觉得长鼻猴奇葩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